好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已经到客户楼下了，收拾工具去给这个业主家呢装一个电视，电视架子已经帮他买好了，超薄的，超薄的，超薄的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走到客户家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前2天到客户家来装洁具，然后留意了一下他家的电视背景墙，当时就发现他这个背景墙呢做的特别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，背景墙的深度呢只做了14厘米。而且客户家做的是切入式的，切入式的怎么办？必须得用伸缩支架呀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背景墙留得这么浅，如果用普通的伸缩支架的话，这个电视肯定是凸出来了。边干活边跟业主把这个事情呢就聊了一下，聊的时候才发现业主他对这个根本就不懂，说是当时木工做这个框架的时候就给留了14厘米。当天我们安装完临走的时候呢，也特意嘱咐了业主，买架子的时候一定要买超薄的，一定要买超薄的。这有时候多嘴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有时候多嘴也不一定是坏事。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我们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，客户特意打电话说你能搞到超薄的架子，这个你帮忙给装了吧。看这不是多嘴的好处吗？聊着聊着活来了。所以同行师傅们一定要在业主面前多多展示你的技能。安装之前呢，先进行测量，量一下电视的长宽，量一下背景墙的长宽。我勒个去，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这可不是按电视定做的背景墙呀，这是胡乱做的背景墙呀，左右两边各大了10多公分。怎么说呢，大总比小强吧。安装吧，打开包装，上面这2根是背条，还带了一个小的水平尺。关键是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个架子是一个超薄的架子。薄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。这么看的话，你看它和我的手都没有我这1巴掌厚。用尺子来量个数据吧，找这个架子最厚的地方，从这个位置来看，最厚的地方是3厘米。在这里也提醒大家，做切入式背景墙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尺寸都算好了，架子和电视的厚度，然后再留2厘米的伸缩。这个架子安装也比较简单，上下2个背条，然后就是伸缩支架了。摄影师今天是玩好了，一会儿看火车，一会儿看飞机。2个背条，4颗螺丝固定在电视的背面。固定好，我们就把伸缩架呢放上来。伸缩架其实上下是可以调节的，它背面有好多孔，看到了没？这个孔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场情况进行高低调节。我就定在这个位置了，这个比较合适。这就是安装前的预组，预组好之后呢，我们好测量尺寸。我的安装习惯是先量出内切框架的长宽，定出它的一个中心点，然后把中心点呢标记出来。标记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去量一下电视的总高度。中心点除以2，这不就是电视的底边了吗？从中心点到底边先画出一条线来。这个线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去量一下支架到电视底边的尺寸，用这个水平尺呢靠在电视的底边，量一下电视底边到支架底边的距离 17.5 画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支架的底边。有了这几个数据，我们就可以精准的给支架定位了。支架也是分上下的，它上面是有一个箭头的标向，底边对好我们刚才画的那条线，然后平行的话就用水平尺。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标记要打孔的位置全部都画出来。还好这个墙是红砖墙，它也不是那种轻质砖。厂家带了8个膨胀管，我们是上面画6个，下面画2个，全部都打上去。框架内这个黑色的是刷的乳胶漆，所以这个保护工作要做好。贴了一个保护膜，然后我们可以打孔，把所有的灰呢都收集起来。8个膨胀管全部都用上，咱绝不偷工减料。上面打的多呢，是因为电视拉出来以后，它产生的是一个杠杆原理，那肯定是上面拉力更大，所以大部分螺丝呢都打到上面，下面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。最后呢，我们用鸡笼扳手把每个螺丝呢都调紧，
看一下它的承重力，我这140多斤没问题。下面接灰的这个塑料膜也没用了，现在给它撕掉吧。上电视这个环节必须得2个人了，毕竟电视有点大嘛。这个时候你感觉这个电视是不是就装完了？其实没那么简单，伸缩电视挂架安装其实只占一部分时间，剩下的一半时间呢就是对这个电视的调节。如果你要把它调的特别的标准，那你要用的时间绝对的长。调节其实才是安装伸缩挂架的核心。看一下挂架背面的这几颗调节螺丝，这个螺丝呢要松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对电视的这个仰角要进行一个调节，要给它调水平了。不对，应该是垂直。就这个活儿反反复复，那得调好几次。不然的话，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家的电视，如果也是这种装法，你看你家的电视是不是向前趴着，就是向后仰着，还是差1公分，继续重新调。这个时候就考验师傅的一个耐心了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，一点一点把它调正了。调的时候要借助自己的经验，水平尺、卷尺各种量，比较麻烦啊。最终经过72分钟，看这个电视已经调水平了。用伸缩挂架是不是好多人都幻想着，我这个挂架可以旋转，向左边转，向右边转。其实这么大的电视安装起来有几个会转的，毕竟想象和现实那是有差距的。正儿八经你是需要这个伸缩挂架装好之后，和你的电视框架能够严丝合缝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装完之后能和这个背景墙完美的融切在一起，这样的效果就达到了。没想到在这里和宝哥合了个影。好了，老铁们，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拜拜。